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发现有一个频道制作这种自我提升励志类的一个视频，还开通了广告获利赚钱了，还挣了不少美金。他的视频制作起来非常简单，一些简单的配音加上一些简单的视觉效果就搞定了。而且他这个频道的话才开通1年多，我们打开这上面点开来看一下，他在2022年9月10号，现在是2024年，1年半左右的时间，超过了100万人粉丝。总共视频的话才99个视频，非常的厉害。本期的视频我会教大家从频道的创建、设计这样的 logo， 再到我们的视频的脚本的编写，接着制作我们的视频，最后再上传到我们油管频道。整个流程我都会教大家。等你看完本期视频以后，油管的整个流程的话，你基本上都学会了。先来看一下有风制作的一段小样。在视频的最后，我还会分享我进 YouTube 频道的小技巧。In today's world, thing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never change. The reality is that a man should be able to handle himself. 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我有一个链接，里面放了本期视频的文字脚本，里面有详细的步骤。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频道，他这个频道这个头像。如果你有打游戏的话，我相信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它的名字叫做克拉托斯战神。那一个频道火不火，那有时候的话还是跟这种 IP 的话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形象的话，它是索尼公司游戏的一个形象。这个作品的话，它主要是以希腊神话为基础，后面的话也加入了一些北欧神话的一些元素。是它这个形象的话，通过 AI 生成的，它没有完全模仿，稍微改动了一下。但是它这个频道能够快速的成功，还是跟这种大 IP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今天也来制作一个和它相类似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来稍微改动一下。那我们来打开 Google 搜索这个关键词，我看一下你们对这个人物熟不熟悉。那这个叫做盖福克斯，这个形象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见过吧。那如果说你对这个形象不了解，那我们可以来截一下图，我们打开我们的 GPT。那通过这个方法的话，你们可以了解非常多的一些新的知识。用 GPT 的话，我用的版本是 GPT 的4 Plus。当你升级为 GPT 会员以后，你就可以使用它最新的模型，也就是 GPT-4o。GPT-4o 的话，它有个识图的功能，可以把这张图片截下来以后，我问一下它这是谁GPT-4o 的话，它就可以来帮我们简单的。现在 GPT-4o 它有这种图片分析的一种能力，你只要给它图片，它就可以来帮我分析。这个形象的话，它是著名的电影叫做《微智仇杀队》的一个面具，也被称为盖伊福克斯面具。这个面具代表着反抗和匿名，经常在抗议活动或者说网络黑客团体中使用比如说匿名者。那今天的话，我们就用它这个形象，再结合我们刚才这个，再结合这个频道的形象，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来设计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形象，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想要在油管上赚钱，首先第一步，你需要在油管上创建你的频道。那你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登录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的话有个创建频道。如果说你之前已经创建过频道的话，那我们一个邮箱的话，它最多话可以创建50个频道。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这里有个设置里面，这里有一个创建一个新的频道。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写出我们频道的一个名字。如果你的频道你没有想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存一张克拉托斯的一个照片。我们打开 Google， 我们来搜索一下它这个名字，点击图片，我们来找一张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照片，点击一下它，把这个图片的话也给截一下。截下以后，同样打开 GPT 在这边粘贴过来，发送给我们的 GPT。那同样的话，它会帮我们解读一下这图片上的一个形象。你看这里，这图片显示的角色叫做克勒托斯他是战神系列中游戏的主角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有了这两个形象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给 GPT 进一步的一个提示词。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子的：我正在做一个油管的频道，主要是关于自我提升励志类的这样一个视频，能不能帮我想几个频道的名字？这个频道里面我打算用 AI 生成内容全部围绕着一个角色来做因为这个提示词比较长，那我会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放一个链接，到时候兄弟们直接打开这个链接里面去复制我用到的一些提示词就可以了。这个角色类似于我把这边刚才维基百科里面的这个复制过来。我把这段词克拉托斯这个描述，我把这段词的话克拉托斯
维基百科对它的一个介绍啊，复制过来，粘贴到我提示词的后面，然后发送给他。那看一下 GPT， 那它会帮我们生成怎样的一个名字？那 GPT 很快帮我想了这么多频道的名字，那我们可以从中来选一个。如果说你对它以上生成的名字的话不满意，那我们可以进一步来那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这个提示词。那我们今天用到这个形象叫做微怪客，也叫做微字仇杀队。那它的这个形象，因为我想让它这个形象和我们刚才的克拉托斯的形象的话相结合一下。那我们可以同时把刚才2张图片的话都给传进来。那传进来以后，我跟他说，我的频道主要是自我提升相关的一个视频内容，请根据这2个图片的寓意以及克拉托斯再帮我想10个名字。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名字。这些名称结合了匿名面具的神秘感与克拉托斯的力量与战斗的精神传达了强大的神秘的自我提升的主题。这个名字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想频道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多张图片直接发送给他，让 GPT 根据我们这个图片的一个大概意思，再来帮我们想。因为有时候你很难用文字信息去描述一张图片，但是你可以直接把图片发送给 GPT， 直接分析以后给出我们对应的一个答案。如果说你现在用的是 GPT 4，不是 GPT Plus 会员，那你就用不了图片分析。那怎么样从 GPT 4升级到 GPT Plus？ 那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链接我之前做了一个详细的教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名字还不错，那我直接复制一下它，来到我这个频道的名字这里，把我的频道名字的话粘贴进来，这里点击一下我明白，点击一个创建。当我们频道创建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 logo 头像，还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频道介绍。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可以来到我们的频道后台，点击一下它，这里点击一个继续，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自定义点一下它。自定义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基本信息，在基本信息里面，这里有个频道的简介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可以叫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个。那我的频道名字这里改一下，改成你自己的频道名字，我刚才选的第一个帮我写一个200字左右，条理清晰，有表情符号与细分市场相关的关键词频道简介为了便于理解，请使用简单英语，同时的话需要翻译成一个中文。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频道后台，把我们的提示词掺贴进来。如果你想让你的频道的话让更多人看到，你可以增加一个多国语言相当于就是你频道的话同时有中文、英文或者任何语言都可以。点击左下角这里增加语言，还可以增加成其他的语言。这里选择比如说再来一个中文吧，因为刚才我们默认建的是一个英文，我们这里还可以选择一个中文，把我们刚才这一段的话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粘贴进来。好，点左上角的话，我们选择原始语言为英文。中文的频道名字的话，你也可以给它取一个。我们把我们的频道名字的话翻译过来，我们看叫啥？叫做一个匿名力量。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全部填好以后，点击右下角这个完成。好，这样的话，我们的频道简介搞定。我们现在还需要我们的一个频道 logo。频道 logo 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今天我要用到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叫做 Leonardo，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那我现在使用频率非常的高。但是在生成之前，我们需要一个提示词，因为生成图片需要提示词。如果你自己想真的有点难，我们同样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直接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请给我一些 logo 的一个设计的一些想法。那看 GPT 的话，大概给我们一个方向，等一下我们根据这个方向再去制作我们的 logo。它给了我们一些，第一个融合面具与力量的一个象征，战士的形象，匿名的力量，隐秘的力量，极简的风格等等。它给了我们几种方向，可以在上面的话随便选一个颜色的搭配，黑色、红色。或者是金色、银色、深蓝色和灰色都可以。字体建议的话也给我们了一些建议。那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融合面具与力量的一个象征。选择我选第一个。那但是我有几个小要求给 GPT 这样提示的主色调的话就是黑色。我想要这个 logo 上面画个神秘的人物，就好像带个像盖福克斯。我们刚才希望就像这个神秘人，就是这个戴着面具的这个人的这种形象。另外的话，背景里面加一点烟雾的效果，那这样的话更有氛围。现在我给他我要求他给我5个文本提示，
然后5号在雷拉多 AI 里面用，尽量的话帮我整点独特的东西出来，这就是我对 GPT 帮我们生成提示的一个要求。那主色调的话就是黑色和红色，我把这个红色我们来加一个红色，因为刚才 GPT 的话它给了我们这个建议，我们来试一下。要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让 GPT 帮我们生成对应的一个提示词。好，有了这些提示词以后，我们来试一下，看哪个生成效果好。那我直接复制一下，来到我们的雷拉多 AI。雷拉多 AI 的话，它里面有2种模式。那你可以用 Gmail 邮箱登录免费注册一个账号。当你注册好以后的话，它每天会送你150分，每生成一张照片，它会消耗一点的分数。那我这个版本的话，我是买的一个雷拉多的一个 Plus 会员，它的会员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便宜的就是免费的，每天你每天可以生成150分，还是可以生成不少的照片。还有一个最便宜的就是12美元一个月，30美元一个月，60美元一个月。它包含的一些功能和一些价格越高，那它提供的功能越多。比如说这个30美金一个月的，那你每个月的话有25000分啊，可以生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照片。同时的话同时可以进行10个照片的一个生成。那每个月的话，你还可以训练20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模型。那你直接可以用中国的国内的一个银联卡就可以付款。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付款，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我们这里来付款，我们可以选择按月付款，要贵2美金，然后点击去付款。这里的话，我可输入我的招商银行的银联卡，我是一张借记卡。点击下面提交，借记卡不是信用卡。上面如果没有日期或者 CVC， 那你可以随便填一个。好，以后点击最右下边处理就可以了。这次它会跳转到显示银联的标。这里的话，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的手机验证码，点击右边发送验证码，把我们的验证码填进去，点击一下验证。好，这里的话它正在处理，打勾说明已经购买成功。这时候它会有跳转到雷拉多的后台，左边显示有8530分，说明的话我们已经购买成功。你有免费的也没有问题，免费的同样可以生成。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生成图片以后，右上角的话它有2种模式，我们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模式，可能你左边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传统的模式，点一下把右上角这个点开，那就是我们应该经常见到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模式，把我们刚才 GPT 的提示词的话复制过来，粘贴到这个位置来。因为我们的 logo 的话是一个正方形，那左边的话你可以叫它一次性生成1张、2张、3张、4张都可以，每次生成多少张，只有你是雷拉多的会员这里才可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有个生成一个真实的一个照片风格，这个也是需要会员才可以用。如果你不是会员，这个功能你用不了。这个功能的唯一好处就是它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的话会更真实，会更形象一些。那我们选到这个 Photo Real 以后的话，这里有个点一下它，我们选择这个 VR， 因为生成我们的一个人物形象、人物角色，我建议大家选这个 Diffusion XL 模型，生成头像的效果非常的好。我们点击一个保存。如果你不是会员也没有关系，那你可以在右边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同样可以选很多模型。这里面的模型可以多试几次，那生成出你满意的效果。因为我是他的会员，我今天就用这个模型，这个模型生成出来的效果会更好。再往下面拿，那比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1的话，我们1:1，我们需要一个正方形。全部设置好以后，点击右边这个生成我们的图片。那我刚才选择生成3张，它会帮我们生成3张。同时的话，因为 GPT 帮我们生成了多个提示词，那我都复制过来。我等一下来选一个哪个的效果好，方法都是一样，复制过来，点击生成，再把我的第3个的话也复制过来。这是我的第3个复制过来，第4个，好，第5个。那我每次生成图片，右边它会显示会消耗多少分数。我点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刚才雷拉多 AI 帮我们生成的一些形象。我给它的要求是帮我们生成一个黑色加红色的这样一种风格，那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感觉。我们可以在上面选一个，这种是戴了帽子的也可以这个形象哇，非常的好。你只有用这个雷拉多 AI 这个 Photo Real， 你才能生成出像这样非常真实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们是免费版，可能效果没这么好，但是前期你们也可以先试一下，用一下也没有问题。那很多这样的一个形象真的很厉害。那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我就用这个吧。点击这里有个下载，我直接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
有了我们图片形象，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频道后台。那刚才这里我们忘记保存，我们记得点一下右上角这个发布按钮，发布一下。再点击中间这里有个品牌形象，把我们的 logo 的话先换一下，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的 logo 的话，刚才做好的这个 logo 这个形象看起来非常的酷，我们就选它，点击一个完成，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发布完以后的话，生效的话，可能它需要等个2到3分钟，3到5分钟左右。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生成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视频的一个脚本。因为在做任何视频之前的话，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脚本。那什么样的脚本才可以容易合呢？当我们不能随机叫 GPT 帮我们生成，它如果随机生成出来一些内容的话，它随机生成出来的一个内容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个爆款的一个脚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些比较爆款的脚本？我们可以来到它的频道，点击中间这个 popular， 就是这个热门。那我们可以在它热门里面找到一些播放量比较高的一个视频，比如说这个视频1年前发布，有接近170万的一个播放量，可以点开它来看一下。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点开它，我们大概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因为有版权的风险，我这里的话就暂时不播放。我们要做的话，就是要把它里面用到的一些脚本的话复制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右边的话可以显示它的一个所有的脚本信息，因为我在我的电脑上安装了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油管的一个用 GPT 总结的这样一个插件。那有了这个插件以后，它可以一键把这个里面它用到的一些内容的话全部帮我们提取出来，只要它这个视频有字幕，它全部都可以帮我们提取出来。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先把这个插件装到你的一个 Google 浏览器上面。安装好浏览器以后，你刷新一下浏览器它就会出现在右边。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倒三角它会把整个视频的脚本的话帮我们给显示出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把它整段这个提示词的话给复制下来 ，Ctrl 加 C。然后回到我们的 GPT， 先把这个段提示词粘贴到我们的 GPT 里面。我们先不要忙着发送出去，我们还需要在上面给它加一段提示词。我把提示词的话放在它的最顶部。我说我这有个我之前录视频用过的一个脚本，那你拿去看一看。你的任务是根据这个脚本重新帮我改一改，说一说，改一下词的顺序，但是要保持与原文的写作和说话的一种风格。不要帮我删掉内容，那也不要改得太离谱。删掉，因为他们前面有这种时间段嘛，我叫他把我们删掉时间，因为我们默认复制出来，它前面有一个时间，我们需要把这个时间删掉。所以说我在这里叫它有一个删掉时间。那全部搞定以后发送过去。提示词都非常长兄弟们没有关系，这些提示词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到时候直接拿去用就可以了。都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有个链接，你们点进去就可以复制了。GPT 帮我们改写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同时的话，它还会帮我们生成一个中文的版本。如果说它没有帮你生成中文版本你也想知道它什么意思，当它生成完它的一个内容以后，你可以叫它帮你翻译成中文也是可以的。大概意思就是在当今的世界，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一个男人必须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控自己。那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励志的视频。它的标题就是男人必须掌握的6种技能就是一个自我提升、自我励志的这样一个视频。好的一个视频能不能火跟一个脚本还是非常大的关系。我看了一下他整个频道的一些视频，我相信这些脚本也不是他原创的，他肯定也是从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稍微改写一下。所以说我们来改写这样的脚本也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已经生成好的一个文字脚本转化成一个语音。如果你愿意自己说出来，你英文好也没有关系，你自己可以来说不过我相信大多数小伙伴不具备这样一个能力。我们可以用到这个 Eleven Labs 的话，它应该是目前在英文领域方面最好的一个文字转语音的一个 AI 工具。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用你 Gmail 一下直接登录一下。每个月的免费用户的话，每个月可以生成1万个字符。1万个字符用完以后，你就需要收费了。但是它这里有一个点，我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它生成的语音你要进行一个商用的话，你需要购买它的一个付费版，也就是最低
$5一个月，也不贵，57的话35块钱，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你是用它的免费版的话，它这里说了的是不能进行一个商用的，只有$5以上的这里开才显示，才可以这里商用，它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脚本的话，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把刚才 GPT 生成好的文字信息复制到我们这个11实验室里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生成好的内容，把它全显一下。因为11实验室它每次的话只能生成5000个字符，我们需要控制在5000个字符以内。那在生成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先去选一个声音，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voice， 就是声音。那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可以增加声音。它里面增加声音的方式可以直接从它的语音库里面选，也可以克隆声音，你可以克隆你自己的这种说话的口气，让 AI 的话通过你的声音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也可以，但是需要它的付费版本就可以。今天我演示，我先选择第3个，就是通过它的声音库里面去选声音。模仿的这个屏的话，它用的声音的话是一个比较低沉的中年人的一个声音。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声音来试一下。我们点击右边这个上面来筛选一下。首先我们把语言的话改成一个英文 English， 年纪的话需要一个中年人，性别的话选择男性。这样的话它就会帮我们把符合我们要求的声音的话给筛选出来。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试听一下这个声音。 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n't believe. Attack ships.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声音满意，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到你的声音库里面就可以了。声音选好以后，点击了增加你的声音库，这个名字你把它记住，等一下我们生成声音的时候就选这个名字，点击这个右边这个增加到声音库。我们回到我们的声音，回到我们合成的这个界面，在合成之前点击左下角这里，把我们刚才选好的声音，假如说我选的是这个声音， Whether you think you can. 我先把这个声音的话给选中它，然后直接点击右边这个生成就可以了。它生成的话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生成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按钮，把刚才生成好的这个视频的话下载下来就可以了。这个都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它最新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每一个封面图的话都有使用这个人物的一个形象。这个克拉托斯它这个形象的话，它是因为它自带流量，所以说它点击率我相信的话也会非常的高，这也跟它这个视频能够快速火起来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4个月前发布，你看4个月前发布，5个月前发布，它的频道这里可以显示是获利状态，那没有问题。检查这个频道有没有获利，我在电脑上其实安装了这个插件，叫做 NEXLUV。如果你也想安装这个插件，很简单，你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它那搜索一下它，把它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就可以了它的插件名字就是这个。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直接先把这个插件安装一下，到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查到这个频道有开通获利，那我们就值得模仿。如果连这个频道它都没有开通获利，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模仿它做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设计一个我们人物的这样的形象。刚才我们只是简单的设计了一个头像，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个横屏的一个人物的形象。等一下的话用作我们的视频里面来，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的视频里面。当我们的视频解说一段时间以后，那我们这个人物形象就可以让它出现一次。那我们打开 GPT， 把我们这个提示词发送给它，帮我生成3个提示 prompt。我想在雷拉斗 AI 这样的 AI 图片的工具里面用。我想要一种神秘角色的一个图片。我希望这个角色的话穿的是黑色的衣服，不露脸，戴着那种像利明盖夫克斯的面具。那主要色调的话是红色和黑色，背景的话我需要暗一点，感觉像YouTube 那种房间就可以。GPT 会帮我们生成3个。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那同样来到我们的雷拉斗 AI， 把我们的提示词粘贴进来。这次的话，我们这个模型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 VR。那如果我们要生成这种比较真实的，因为这次我们不是生成头像了，我们选择这个 Kilo XL。这个效果我试了一下，效果非常的棒，就是生成出来的整个氛围感的话非常的好，我们选择它。同样的，我把这个 Photo Real 是打开的，这个需要会员才可以用。如果你不是会员，你选其他模型也可以，只是说
效果的话没有这么真实。当然了，为了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提示词的最后加上这几个英文单词啊，4K 分辨率超逼真。然后把这个复制一下它，打一个逗号，把这个提示词粘贴后面。那比例的话，这次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比例，因为我们要做成一个16:9，我们就是改成这个。可以把这个 W 拖到最大以后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6:9。然后我们的让这个图片的话稍微的话更清晰一些。啊，你要生成多少张图片，上面可以选。你看你生成的图片数量不一样啊，它的一个所需要的分数也不一样。我这次的话选择生成2张，啊，点击一个生成。等一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因为刚才 GPT 帮我们生成了3个提示词，我可以把这3个提示词的话都粘贴过来，把前面的话换掉，后面的4K 啊高清，那这个留下，点一个生成，再把我们第3段提示词的话也粘贴进来。我们等一下来选一个你最满意的就可以了。同样点击一个生成，那第一组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我们可以第一组的话已经生成好，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真的还不错。那如果你还想把这张图片的话，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把它放大来看一下，我感觉还是非常的棒啊，这个效果非常的真实。啊，右下角有几个按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个按钮的话，你可以移除背景，你点击一下它，它就可以把你背景去掉，只留下这个人物。第二个的话就是放大，第3个也是放大，第4个也是放大，但是它们这3个的话稍微有一点区别。这个放大它是比较适合一些具有平滑的一些纹理的一些图片，那你可以包括一些插图啊、动画呀、卡通类的一个照片，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放大。啊，第二个放大的话就比较适合具有非常多纹理细节的一些图片，一些3D 渲染图，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第3个的话，主要功能就是可以来改善我们面部或者我们手部的一个细节。但是每次的话，这前面2个每次的话会消耗5分，啊，这上面它写的很清楚。那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你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放大。先把这个叉关掉，我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生成的几张图片的一个效果，我感觉都还不错。那你可以在中间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一个作为你的一个形象照片，那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人物角色作为我们整个频道的一个主角。啊，以后的话我们都可以用它的一个形象。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再多生成几次啊，直到生成你满意的为止。那我觉得这个效果的话还不错。那我点击左下角这里一个下载，把我们这个人物形象照片给下载下来。这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棒。那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你们觉得这张效果怎么样？按一下 F11啊，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高清，非常的好。按钮啊，我就用它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我们频道的一个中心人物，也就是我们的主角，让它动起来。那怎么样动呢？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图片，这里有一个，那我们把鼠标的话放到这个图片上面，这里可以生成一个动态的一个视频，我们点击一下它就可以生成。啊，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返回，返回以后的话，这里有个 motion， 我们点一下它。啊，和刚才是一样的，我这里可以选择一张图片。那如果说你可以从你的电脑上来选择一个图片也可以，那直接点击这个就可以从你电脑上进行一个上传。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生成的图片里面来选一张也没有问题。我选择这一张，刚才我们这个点击一个确认。而下面的话，运动的一个幅度，因为作为一个人物，这个数字不要调得太大，如果你调得太大的话，容易导致我们整个人物变形。比较大的数值可能比较适合一些风景类或者一些动画类的一个视频，即使变形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我们这种真实风格的，我建议大家调到一个3、4、2、3、4，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3比较合适。点击好以后，你可以选择这里是可以公开，还是说你自己？我选择我自己的就可以了，只有我自己可以见。但如果你是免费版本，这个就选不了。好，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生成，它需要消耗25分，这里显示的很清楚。它已经在生成了。你怎么看呢？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的 Personal Feed， 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生成好的所有的一些图片信息。当然，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这里有个 Motion， 点一下它，这里会显示我们之前制作好的一些动画。当然，如果还没制作出来，它不会显示在里面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Home， 回到我们生成图片这个里面，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这里它会显示我们这个图片正在生成，你看这里所谓消耗，这上面是显示的时间。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效果。好，我们这个已经生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点击一下它，
放大来给大家看一下，感觉效果还是非常的可以。背景的话在动，它的脸部的话也稍微动了一下，感觉这个整个效果还是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话给下载下来。现在雷拉多 AI 的话，在处理图片还是视频方面的话，进步非常的快。我相信的话，雷拉在未来的话表现的会更好强烈推荐给大家来用一下它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剪辑我们视频的开头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在电脑上下载一个 CapCut， 也就是剪映的一个英文版，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它和剪映中文版唯一的区别，一个是.cn 的话就是一个中文版，你把.cn 改成一个 com， 它就是一个英文版。把它点击进来以后点击这个按钮下载一个，把它直接下到我们电脑上安装好就可以了。安装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先来教大家来剪辑我们的第一小部分。我们来打开我们的 CapCut， 点击最顶上这个创建一个项目，把我们刚才的素材的话给导进来。我们刚才生成好的素材主要是我们的第一个片段，还有我们的一个配音，个导进来，直接拖到下面就可以了。点击右边这里有个放大按钮，我们可以来放大一下。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大概看一下播放效果。下面的话有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我们的配音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如果说中间这个配音的话，它的一个停顿时间太长的话，我建议大家选中一下，按住键盘上的 B， 我们把它切一下。这边的话再切一下，把中间这段话就不要了，再按一下再按一下 A， 让我们把这些选中，把它删掉。删掉以后，我们把后面的拖过来。以此类推，你们可以把中间这种停顿比较长的这种都可以把它剪掉，或者说你直接点击这边有个分割，直接都可以把它割一下这两段。然后我们可以一样的选择这个，点击左边这个按这分割，或者你直接按住键盘上的 B， 把我们这里所有这种像这种就是隔得比较开的，把它分割一下，停顿比较久的分开以后的话，把它全部又拖在一起就可以了以此类推，把我们整个视频的话都这样分割一下。好，我们的开头部分有了，我们的视频的一个角色部分有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需要生成我们后面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刚才生成好的这个脚本，我们可以先把它复制下来。复制下来的话，你可以先在电脑上先把它存起来。那我们可以再把它存到我们电脑上的一个 Word 文档里面来。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每一段来生成对应的一个图片。那我希望做的就是把我们每一段的话生成4张照片，或者说5张照片。每张照片的话，我们都可以用雷拉多 AI 让它把图片变成一个动画。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视频的话就是动起来，不单单是一些图片。因为如果你是整个视频全是图片的话，那后面的话你在开通广告获利的时候，有可能审核不通过。那这是我们第一段，我们先把它标蓝，方便区分。复制一下这个。来到我们的 GPT， 粘贴到这里面来。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发送给他，我们在它最顶部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然后再加回车键，就可以让它先不要发送出去，因为我们还要在上面给它一段提示词。那我给它提示词这样的：你来帮我做视频里面的图像提示的一个 Pro。那我会把剧本的每一段的话，一段的发送给你，那你就能给每一段找一个能吸引人的画面。那每一段的话给4个 prompt， 给4个提示词这些画面的话需要给我们的故事情节搭起来，还得有那种神秘高科技的一种矩阵风格。我发的每一段希望你能用文字详细的描述出超级好看的一个视觉画面。主色调的话为黑色和红色，这就是我们给 GPT 的要求相关提示词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到时候去打开就可以了，发送给他。这是我们的第一段我们来看一下 GPT 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提示词。我们来看一下，我也非常的期待第一段剧本的提示它会一共给我们生成4张照片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这些提示词到雷拉多 AI 里面生成对应的一个4张照片。那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Ctrl+C 复制一下，来到我们的雷拉多 AI， 把这个提示词粘贴进来。比例的话大家的话一定要把它改成一个16:9。那每次生成图片的数量的话，我这次的话我选择1张吧。你看2张的话它会消耗23分1张的话只要16分，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约一点。我选择每次生成1张，点击一个生成。那同样的话把我的第2段、第3段、第4段
全部都复制过来，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方式的话，雷纳多 AI 的话可以帮我们生成非常多的一个照片。如果说你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你不满意，那你可以点击这边按钮，叫它继续帮你生成。生成好以后，直到找到你非常满意的一张照片为止。同时，我们还可以结合另外一款 AI 工具，叫做 Midjourney。Midjourney 的话，它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图片生成的 AI 工具。那我同时的话也在 Midjourney 里面生成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照片。等一下我们可以用2种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相结合一下，把它们生成好的图片全部结合一下，组合成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东西。那 Midjourney 里面生成图片一样的，很简单，打一个斜杠，选择第一个 Imagine Pro。那如果你还没有用过 Midjourney， 之前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Midjourney 教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打一个斜杠，同样把我们的提示词粘贴到后面。后面的比例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下。这里打一个横杠 AI 比例的话，改成16:9。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手动输入一下，按一下回车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它每次的话 Midjourney 会帮我们默认的话生成4张照片。那如果你的后面没有加这个比例的话，它会生成是像这样的一个正方形。所以说比例的话，我们一定要加上来。如果说你喜欢第一张，你点一下 U1，然后它就会帮我们把 U1 的话放大。点击一下它，左下角一个在浏览器中打开，那么可以把这张照片的话，同样的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图片动起来方法和刚才都是一样。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返回，这里有个 Motion， 我们点击一下，把我们的图片变成一个视频。这里的话有我们之前生成好的，就选第2个。我们随便来选择一张让它来动，比如说这一张我让它动起来，点击一个确认，点击一个生成。同时的话，我还想把我们 Midjourney 生成的一个图片也传进来，让它动。点击这里上传，把 Midjourney 里面的一些图片的话传进来，点击一个生成。以此类推，方法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把我的第2张的话也给传进来，生成。第3张也传进来，第4张的话也传进来，都点击一个生成。我们再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图片生成。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我们生成的一个进度。那我们在制作视频的时候的话，一定不要全部用图片。如果你全部用图片的话，极有可能到时候你去申请开通获利的时候通不过。我们用雷纳多 AI 让我们图片的话变成视频以后，那我们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视频。我们整个视频看下来的话就非常的真实。点击右下角，把我们刚才生成那个视频也给下载下来。这一张也可以了，点击右下角把它下载下来。这一张也可以了，同样的话点击右下角把它下来。这个也不错，我们来看一下，点击右下角把它下载下来。好，这一张也可以，我们也把它下载下来。好，下载下来以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开剪映，导入到我们剪映里面来。点击，接下来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 CapCut， 也就是我们剪映。我们先点击这个文本，然后这里有个字幕，我们这里先把我们的字幕生成出来。我们需要标记一下每一段的一个大概的位置。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你靠你的听力去听可能有点难度。我建议大家先把字幕给生成出来。生成出来以后的话，我们找到我们的第一段结束的这个英文单词，要找到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标记出来。好，这是我们的。好，现在的话我们字幕已经生成出来，我们往后面拉找到这句话 leads to master in life， 大概就是这句话。好，大概位置的话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这句话leads to master in life。找到这个位置，我们拉到最后面，把中间这里的话分隔一下，要把我们前面的话点击一下前面这一段音频这里有个标记，我们点一下它，把它标记一下，点击右上角这个，把它整一段的话放小。也就是说前面这一部分的话就需要放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第一段提示语生成出来的一个视频。以此类推，那我们可以找到第2段的也是结尾的时候出现这几个单词，第3段结束的这个位置都像刚才这样把全部的话都给它标记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找我们的第2段，这个工作的话是需要你有一点耐心和细心去做的。最后大概标记出来的话就类似于这个样子，每一段的话上面都有标记。当然的话我这里只是随便标的，你们真实在做的时候需要找到对应的结尾的地方去标。
这样的一来的话，你到时候放这个视频画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放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第一个标记，因为我刚才已经找到，接下来我们点击导入，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一个视频的话给导进来。导进来后，我们直接往下面拖素材导进来以后呢，我们直接拖在轨带上面来就可以了。如果说前面几段你可以看到离我们这个标记还有点远，没有关系，我们选中它，这里速度这里我们可以调慢一下这个速度。那在调慢速度之前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关联先给关掉。那如果你不关掉，你看我们调慢速度后，这个字幕的话它会一样跟着挪动我们 Ctrl 加 Z 撤销一下，那把这个关掉，这个联动。接下来我们把我们这3个视频片段的话点击速度，把我们的速度的话放慢一点，我们调到 0.3 的话就差不多了。如果说后面有一点超的话，我们没关系，我们点击它一下，把它切掉就可以了。那可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效果，下面就有我们的视频的一个解说它还会出现一些文字，它还会跳到我们的下一个画面。我们也可以同时挪动一下，改变一下它的顺序。如果说你觉得上面这个速度太慢，那你还可以多生成几个画面，同样的话把它插进来，以此类推。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生成我们第2段的一个提示词我们把第2段提示词的话复制一下，同样的回到我们的 GPT， 把我们的提示词的话，把我们的脚本的话直接粘贴进来GPT 它会根据我们这个脚本又来帮我们生成4个提示词方法和刚才一样的，我们刚才复制一下我们这4个提示词，来到我们Leonardo AI， 或者说来到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 里面来生成都没有问题。这个工作的话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工作，大家只要知道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同样的图片生成好以后的话，我们同样来到我们的 Motion 里面，把我们生成好的图片的话也是和刚才一样，让它全部的话给动起来，把我们的图片的话直接传进来。同样的话，把我们第2次生成的所有的一个视频的话都给下载下来，效果的话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看一下这张也还行。好，我们的视频生成好以后接下来也和刚才方法一样，来到我们的一个点映，然后点击导入，把我们刚刚生成好的几段视频的话也给导进来。方法的话后面都是一样的，后面我就不再重复给大家讲解了如果说前面这个视频它放好以后，它会自动的，你看它会往前面挪。如果你不想让它自动往前面挪，那这里有一个关闭这个吸附按钮，你把它关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里有个关闭吸附这个按钮，那你把它关掉以后的话，那你就可以自由的一个挪动了。点击这个速度再慢一点点，好，这里的话 0.5 的话差不多了到标记这个地方一样的，点击右键把这个多的一部分给切掉。后面的话方法都是一样，我就不再重复了大家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稍微花点心思，花点耐心去做。那每次我们这个提示词做好以后最好你把它换一个颜色，比如说你跟它换成一个橘色，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现在做到哪一个片段了后面的步骤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粘贴到我们这个 GPT 里面来，再让它帮我们生成对应的提示词，再放到 Leonardo AI 或者说 Midjourney 里面来生成对应一个图片，然后再在 Leonardo 里面来再让我们的图片动起来就可以了，都是一样的。后面的话我就不再重复给大家讲解了。在剪辑的时候，每隔几个片段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角色人物的形象，也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插进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无意间我们又可以把我们的形象的话插到这中间来。OK， 插到中间来，但是时间你可以不用这么长，你可以点一下它中间把它分隔一下。那把后面这一段的话，你可以挪到最后面这里来，好，粘贴到这个位置来也可以。这样的话，它每播放一段一个位置以后，我们这个主要的人物的话，那这样的话，它每播放一段时间，我们主打这个 IP 它又会出现一次，这样的话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那后面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我就不再重复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重复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当我们所有的步骤做完以后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我们的视频增加一段背景音乐。我先把我后面的话都给删掉，因为后面都是重复的，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一个好的视频肯定要有一个比较好听的背景音乐。那接下来我们来给我们的视频的话增加一个背景音乐。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的背景音乐用什么音乐好，我们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 ChatGPT。我给的 GPT 的提示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已经了解了我的视频脚本，那用什么样的背景音乐比较好？请给我一些音乐曲调的关键词。大概的话，他叫我们用，比如说这种宏大的、紧张的、神秘的、有力量的、阴暗的、电影感的、现代的等等。有了这些关键词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到这样专业的音乐网站来搜索相关的关键词，来寻找我们的音乐。Epidemic 的话，它提供了一个7天的免费试用。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在里面呢搜索一下，它里面的音乐分类的话非常的多。那我们点击顶部这个 Music， 在下面的话，我们来可以搜索一下刚刚 GPT 给我们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第一个 EPIC， 搜索一下。搜索以后的话，它下面的话会给我们一些音乐，那你可以来试听一下。你可以点击右边这个按钮的话，可以把这个音乐下载到电脑上面来。我们来点击这个按钮，那就可以试听。可以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先来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这样音乐。那我个人觉得话，可能这种带有这种神秘感的音乐可能还不错，我们来试一下。同样，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下这个神秘感。我们再来试听一下，随便点一个来听一听，找一首感觉比较神秘的音乐。找到音乐以后，点击右边这个按钮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油管的音乐库里面来搜索相关的一些音乐。我们可以直接叫 GPT 帮我们推荐几首。我说，请在油管的音乐库里面帮我推荐几首。我们来看一下，我也可以告诉他在 Audio Library 里给我具体的名字，我好搜索一下。当然了，上面的话它也会给你一些链接，你可以点进去下载一些音乐也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个自由的这首音乐，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再来到我们这 library， 让我找到这首音乐，那可以点击右边这个 download， 那把这首音乐下载下来。我建议大家的话，一个视频里面你可以多配几首不同的音乐。那音乐下载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导入到我们的 CapCut 里面来。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导入，把我们刚才下好的音乐导入进来。音乐导入进来以后，我们拖到最底部，把后面长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把它点击一下，向右把它裁掉。音量的话，肯定要调小一点，一般的话在-27、-30左右都可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些滤镜转场之类的东西。我们点击右上角，在左上角这里有个调节，这里有个自定义调节，我们点击一下它，加到里面，把它拖到最后来，我们来自定义调节一下。点击这边右边这里，我们拉到最底部。这个功能我们可以拉一点点，让它放到这张图给大家明显一点。你看，我加一种这种阴影，感觉照在上面的这种神秘感。我向右边拉，加一点这种黑色的，20左右差不多。上面的话，对比度的话，你也可以调一下，或者说这种饱和度的话，你也可以拉一拉。这里面你们都可以去调一调。调到你满意为止。有一些画面，比如像这个画面，它实际上的话，我们刚才在生成动画的时候，它没有怎么动。我们可以手动的话，给它增加一些关键帧，让它稍微动一下。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增加关键帧，点一下这个地方，再拉到它的最后，再来增加一个关键帧。我们把它放大的数值的话，稍微调一下，比如说放大10%。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张图片的话就会慢慢的放大，大家看到没有？慢慢向我们镜头的话靠近。这种是对于那些如果说你这个视频的话，动画加了这种效果以后，看起来的话就有一种动态的这种感觉。我们还可以把我们整个视频来加一些特效。点击这左上角这里有效果，我们选择第一个吧，我们先把这个大右三角点开，左边这里有个 retro， 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些噪点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这种左上角带有 PRO 的都要会员，很多的话可能都需要会员。那这个不要会员，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加一个这个效果进来，点击这个加号，也同样的把它拉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屏幕上的话，它会出现这种黑点，增加了这种神秘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太大了，我们可以把它速度的话稍微调慢一点吧。不要动得太快了稍微有一点这种感觉。我们还可以来加一个特效，我们点击下面这里有一种节日感、氛围感的，这里面我们再来找一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好多 Gold Sparks 点击这个加号把它加进来，也同样放到最左边，把它拉到最右边来，加那么一个特效。
这种星星点点的感觉。但这个的话不需要太浓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氛围的数字的话稍微降那么一点点，不要太多了，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就可以。它的速度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这个速度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调慢一点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的话，我们字幕的话已经加进来了，我们可以把我们字幕的话给选中，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特效上来。选中它以后，这里我们可以来选一个字体来选一个字体。字体选好以后，我们可以再让我们这个字体上面的话，还可以来一些特效什么之类的。我们点击这个文本，这里有个模板，它里面的话有很多这种特效的这种模板，我们可以来随便找一个。但是很多的话都需要这种会员才可以用，但是免费的也有，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往下面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试一下。如果这个一行显示的字太长，那你可以点到这里面来，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下行也是可以的。按一下回车，每一个这种太长的话，我们都可以按一下回车，把它稍微的话调短那么一点点。这样看起来的话，它就不会了。以此类推，把我们上面所有的这种你觉得比较长的话，我们都可以点一下它，按一下回车，把它全部给调短一点。全部做好以后的话，你可以大概看一下你这个视频的显示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字体太大，或者说太小之类的，你可以把它稍微字体改大或者改小一点的话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我们的视频中间的话，你加一个转场也是可以的。我们来给它加一个转场，这里一个转场，我们这里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 fade， 我们选择第一个吧，慢慢变黑，大概这样一个效果。点击这个加号，这里你可以选择应用到全部，它会把这个转场的话应用到每一个后面的视频。速度的话，我们可以让它稍微慢那么一点点，不要太快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让它慢慢的过渡到下一个视频这样的话感觉就非常自然了。那视频制作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把它导出来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可以选择 1080p， 那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你也可以选择 4K， 直接点击一个导出。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生成后以后大概的一个视频效果。大家先不要着急离开，后面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制作封面图，怎么样优化我们的标题标签的话我们怎么样写。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导出来后的一个效果。In today's world, thing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never change. The reality is that a man should be able to handle himself no matter the situation. There are skills every man needs to master, regardless of the times we live in. Some people will watch this video and think it's toxic masculinity. This reaction is understandable, as we are suffering from a pandemic of weak men who have been brainwashed into believing that men and women are the same. In this video, we will cover 6 skills every man needs to master in life. First, knowing how to figh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are a businessman, a doctor, or a comedian.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fight, you lack masculinity. Getting into brawls or street fights is something everyone should avoid, but that doesn't mean basic fighting skills should be avoided. Imagin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your wife, and some guy walks by and slaps her on the butt. What would you do in this situation? You can't rely on calling the police because you won't stand around waiting for them to. 一个好的视频的话，它肯定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封面。封面越好，那你的封面一点击越高，你能获得一个流量的话也就越多。我们可以回到它这个频道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它这些，其实它的整个频道，这种图片的话，它整个频道的封面图的话还是非常简单的，红字加白字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结合，再加上一张照片，那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那我们刚才模仿的是这个男人必须掌握的6个技能。那在制作封面之前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想一下，那我们封面上显示什么样的文字？那我们把它的标题复制一下。那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的：我准备制作视频的封面图，关于男人必须掌握的6个技能。那封面图上的文字的话，请给我一些建议，吸引大家的点击。那 GPT 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些方向。等一下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复制一个来用一下。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到接下来你可以回到你的雷拉多 AI，选择一张你比较满意的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个 Personal Feed， 可以找到我们之前生成好的所有的一个图片。
那我还是觉得我刚才这张图片的话，我比较满意。那我就用这张图片来作为我的一个封面图。那我们打开 Canva 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线设计工具，但是它很多功能的话只需要会员才可以用。那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一下 Canva 啊，淘宝里面有很多卖这个 Canva 会员的，都不贵，几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它的会员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淘宝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们这里下面选择这个油管的封面图，我们点击一下它，或者你点击右上角这个创建一个设计，选择这个油管封面图也是可以，点击一下它，把我们的主图的话，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上传进来，点击这个 upload 上传文件，把我们的主人翁上传进来后，点击一下它，挪到最左上角，点击右下角往右下角拖，让它覆盖我们整个画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我们再复制一个。等一下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再复制一个。复制以后，我们点击一下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图片，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编辑图片。编辑图片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去背景的功能只有Canva的会员才可以用，没有会员的去淘宝买一个。好，当我们背景去掉以后，你看我们拖动一下，你看它现在就有2个。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图层位置，点一下它，点击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图层。那我们需要让我们背景的话稍微虚化一下，还是点击这个编辑图片，这里有个虚化，像橘子这样一个，点击一下它。笔刷的话，我们可以拉到最大。那虚化的程度的话，我觉得添个11%那就可以，把整个页面的话给涂起来。这个紫色涂到的部分的话，它都会变得虚化一点。涂好以后，我们返回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背景。这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背景的话，我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背景的话已经虚化了，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因为我们要突出的是我们这个人物。我们再点击左边这个元素我们搜索这个 Black Shadow， 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阴影我觉得第一个可以点击一下它。这个黑色阴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蒙了一层黑色的东西在我们的图层上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旋转一下，往右边稍微拉那么一点点因为等一下我们打字打在上面的话，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但是把我们最上面这个人的话稍微覆盖了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点击这个图层，把我们的人物的话移到最上面来，它在黑它就挡不住了。那如果说你的背景不够暗的话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选中我们这个背景，同样的点击这个编辑图片，点编辑图片以后，我们这里有个调节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亮度的话，那你可以把它往左边拉，你看背景是不是变得很黑但是我这个背景的话已经够黑了，所以说我就没必要调。但是如果说你们的背景不够黑，那你可以按照这个亮度把它调低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上面的这个字的话打上来，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文字，点击左边这个文本下面的话它有很多这种模板，你可以点击右边这个查看全部，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模板你可以在里面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一个模板。那我觉得这个绿色不错，我点击一下，我就用这个绿色的吧。把我们的字的话打到最前面，粘贴进来字太大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变小一点。大概的话效果的话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做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把这个封面图的话下载下来，点击这个 download， 把我们的封面图的话先下载下来。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视频的话上传到我们的频道，点击右上角这里有加号，点击这个 upload 上传，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视频的话传进来。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标题，需要个描述，我们可以回到 GPT， 我说帮我生成3个标题以及对应的描述。标题描述生成好以后，我们直接就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描述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这里有个封面图，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封面图，上传一下，往下面拉。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地方还是比较重要，我们的视频的标签如果说你的标签呢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我们竞争对手的这个视频的一个标签。我们需要在我们电脑上安装这个插件，叫做 TubeBuddy。TubeBuddy 的话，它是一个油管的视频优化工具我之前也做了一个关于它的一个详细的教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个视频里面会教你非常详细的教你怎么样优化你的视频，怎么样优化你的频道。TubeBuddy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
点击进来首页后，点击上面有个 AI Tool， 我们把这个插件的话下载到电脑上，安装到你的浏览器就可以了。当你安装好这个浏览器以后，你可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了页面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TB， 说明的话我们这个插件安装成功。第一次进来的话，你需要用你的频道的话登录一下。下面的话有它这个视频的所有标签。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简单，点一下这个 copy， 这里复制一下，点击这个按钮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的频道，把刚才它的标签的话，我们可以一键粘贴过来。因为我们刚才装了那个插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传来这个视频在这里，我们点击这个笔，我们可以来进一步编辑它。装了 TubeBuddy 这个插件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右上角这里有个 TB， 这右边的话有个 TB。那我们刷新以后可以继续来编辑。这个插件有一个好处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修墨显示更多，往下面拉。我们刚才用到的所有的标签的话都在里面。升级为 TubeBuddy 会员以后的话，下面的话会帮你推荐很多标签。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标签可以，你点击这个加号以后的话，它会自动的加到上面来。下面它帮我们推荐了非常非常多，可能和我们这个视频非常相关的一些，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把它加进来。右边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工具，我们可以点击来看一下。关键词工具的话，你可以搜索相关的关键词，来查询一下它的搜索量。比如说我搜索这个自我提升，复制一下，这里我们搜索一下，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这个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量。那这里的话，它会告诉你我们的月搜索量是多少，搜索结果的话有多少。那还右边的话，它还会帮我们提供更多相关的一些关键词，你觉得哪个好，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用到你的标题里面也可以。如果你的视频太长的话，我们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描述里面加上我们的时间线，它的格式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的。第一部分，比如说0分到第一分钟显示什么，第2分钟显示什么，第3分钟显示什么。那前面的话是油管的一个时间线的一个格式，那你不要动它。那后面的话可以改成你这一部分所讲的一个内容。那前面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1分05秒，我这个后面的话，如果超出了没有的，你可以把它删掉。如果你的视频太长的话，搞一这个视频里面放一个这个时间线还是可以。观众的话，他可以直接跳转，点一下，它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一个时间点。设置好以后，点击下一步。如果你的频道开通广告以后的话，在这里它第2步会要你设置一个是否这个视频是否要开通一个广告获利。我们点击一个 ON 然后完成，点击个 ON 然后点击下一步。然后他会问你的视频里面包含有没有一些成人内容、暴力恐怖之类的。没有的话，我们拉到最下面选择一个没有，点击右上角这个提交。这个当然这个是需要你的频道开通获利以后才需要填的些，如果没有的话，这几步是没有的。我们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如果你的视频有字幕，那你可以把这个字幕增加进来。在剪映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导出字幕，没有问题。导出字幕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把我们字幕增加进来。当你的频道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还可以开通一个带货，那可以直接在这里增加产品进来。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产品链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可以为你的频道的话增加多一份收入。这里的话还可以在我们频道的一个结束的时候，是否推荐其他视频，可以点击这个我们要推荐其他视频，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面它有我们之前设定好的几个模板，你可以选择一个这个视频的话，你可以右边这个视频你可以挪动一下它的位置，还有这上面的话增加元素，你也可以来选择一个视频你要推荐的一个视频也是可以。如果你想删除也很简单，点击这个按钮直接就可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选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个保存，再点击右下角这个下一步，再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视频是马上发布，或者说不公开，或者说是你自己的一个私人的视频，你可以选一下。如果你不想公开，你就选第一个，设为你个人的一个视频，点击一个保存。可以先设置为不公开。等一下你再看一下你的视频有哪个地方有没有没设置对如果有当我们全部改好以后的话，那我们到时候再公开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可以设置为会员专享都可以。我们点击一个保存。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到这个视频去看一下。
In today's world, things are constant. 点进来大概是这个，这是我们上面的标题，这是我们描述，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线。我点击一下它，比如说点击1分钟它会自动跳转到1分钟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当我点一下这个000，那就是跳转我们的开头，或者跳到1分05秒它会自动跳转，这个就是我们的时间线。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话就是 TubeBuddy 的一个功能它会显示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些大概的数据当你安装完这个插件以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些东西有做，我们有些地方没做，打叉就是我们还没有做的，打勾的话说明我们已经做的还可以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评论的一个置顶，那我们没有做，我们可以在下面发布一个评论，我们自己可以把它置顶置顶的评论你可以放上你推广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你想推荐的一些视频也可以。当你做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会打勾。那我们这里增加了章节的，用刚才这里增加了一个章节，这个它是打勾的。还有我们在视频当中有没有推荐其他视频我没有推荐，这里它显示我们没有增加，那就是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优化的一些方向。当你的粉丝达到1000的订阅，播放时长达到4000小时，或者说你最近90天你的短视频播放量达到1000万，那你就可以开通油管的一个广告获利。开通广告获利以后，你每天的视频播放量就可以帮你赚钱每天的话你都可以看到来自油管的一个收入，而且是美金的一个收入。希望有空的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本期用的所有的工具还有所有的提示词我都放在视频下方有一个链接里面，大家到时候可以打开这个链接跳转到我的网站里面去你就可以复制我今天用到的所有的一个提示词还有所有的一个链接。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有时间如果我懂的话都会回复大家。